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我们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鸿老师，欢迎；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从这期节目开始，我们还特别增设了一个广电帮帮团，所以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广电帮帮团的各位老师，欢迎大家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跟他结婚20年了，我所做的一切决定都是为了我们的家庭考虑，为什么他和儿子都不能理解一下我呢？自从我赚的少了，他越来越看不上我了，对我处处嫌弃。难道只能一起享福，不能一起吃苦吗？儿子去外地上学后，本以为我们感情会更好，但现在我们总是吵架，我的付出他一点也看不到了。他总觉得我对他不如以前好，可我也会为他做许多事儿，但他却总是不领情，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周先生50岁，来自吉林，外卖员；女嘉宾孙女士41岁，来自河北，个体。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结婚20年了？对。今儿是谁要来的？我要来的。来干嘛呀？我们家孩子考大学，没考好，在本地呢只能上一个专科，可是孩子他爸呢就觉得就应该上一个大学，私立大学，去外地也可以啊。我想把孩子留在身边，一是那么多年顾着店了，没顾孩子，孩子考试没考好呢，我也有原因，再加上1年7、8万块钱的一个学费，我们现在这个家庭啊承受不了。我觉得吧，小孩年轻有梦想是好事儿。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上高中、重点高中，你看家庭条件不好，我高2辍的学，孩子要学这专业我挺喜欢的，智能制造。我说那去吧，我们俩都没上过大学，大爷受点累，多挣点钱，圆孩子一个梦，对吧？挺好，挺好。事儿不都定了吗？是啊，去大学了，导致孩子一点不给我交心啊。平常我们家呀，我管钱，现在孩子的生活费啊，他都是先找他爸要，然后呢，他再找我要。对我来说，我就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有啥不是滋味的呀？就觉得正常找我要吗？为啥明知道我管钱的？这你应该很高兴啊！男人和男人开始之间建联了，沟通对话了，2次断奶完成了，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那不一样，我是当妈的人，我肯定不是那么想的。对呀，所以那是你的问题啊。孩子交女同学在学校啊，我还是从他爸嘴里说出来的。好事儿啊，也没跟我说，不是挺好吗？他交女朋友了，不头一件事应该跟我说的吗？为啥应该跟您说呀？我是男人和男人之间说吗？这事儿我看挺好啊，儿子长大了，你应该高兴。他都学会做饭了，你知道吗？哈，他给他爸做饭了，孩子学会做饭了。哎呦，厉害！竟然给他爸做，您不也吃吗？我不吃，也不是，因为他本身就对食物挺挑剔的，所以孩子也不敢给他做。因为我是跑外卖，1点多才回来，所以孩子做了给我做了，他就生气，吃孩子得出。听懂了，这第一件事是吧？对，撂在这儿，还有。以前我们家呀是2个店。哟，好啊，厉害呀！然后现在不好干呀，关了1家，他出去呢跑外卖，店铺现在就我一个人在经营啊。我就寻思呀，既然店铺呀不景气，我就让我妈借来啊，帮我看看店。我呢出去啊，做个兼职，学卖保险，不也能贴补点家用吗？我妈一来，矛盾全来了。为啥呀？他在屋里抽烟，我妈闻不了烟味儿，毕竟是女婿嘛，对吧？说话肯定还比较那嘛点儿，就告诉他。但是他会觉得不自由。少抽点儿，抽烟有害。假如你要想抽的话，你可以出去抽啊。他就觉得凭什么呀？就是我的家，你知道吗？哈，我想在哪抽在哪抽，他不敢直面跟我妈说呀，然后背地里就跟我吵。我呀，这抽烟就搁家抽就习惯了，特别早起一睁眼就想点颗烟啊。家本身50平米小，肯定会有矛盾的。我们特别提醒啊，抽烟有害健康，知不知道吸烟有害健康？有，能不能戒了？戒不了。怎么办？管不了啊。他呢有个洗脚的习惯啊，回来泡脚，这20来年啊都是我在伺候着。呦，这么有福气啊？对，
太服气了，都是我在打啊。然后呢，他回来累了，也是跑外卖，也是很辛苦，我能理解啊。然后他就指挥我，守着我妈的面让我给打洗脚水啊。我妈就觉得你现在都送外卖了，你还装什么大爷？不是，你妈那个语气可不对啊！啊，他妈语气，你都跑了外卖了，还开个家装大爷呢？哦，我一听这个，我脚也没洗，关门进屋。哦，懂了。其实，当妈的意思不是说其实他妈现在就是看不上我。多了，想多了。就是疼闺女。不是疼闺女，因为我岁数挺大，我们俩刚认识前，他家都不同意，觉得我岁数大9岁，老牛吃嫩草，把闺女拐天津来了，不回老家了。啊，可是我以前挣钱的时候，给他家过年买东西都花2、3万买，你现在没钱了，不还得觉得我不行了吗？您自己的心态变了，行吧？这就等于妈妈来了，给我妈气走了。走了，那怎么办呢？还得继续过。啊，对呀，就继续过嘛。对。还有什么糟心事儿？还有这个经营理念，我就觉得呀，现在店铺已经不行了。我就想啊，给它盘出去。还有几十万块钱货啊，就能甩多少甩多少。及时止损呗。换完钱之后啊，我就可以再付一个首付买套房。毕竟他现在呀，他也50了。我也得为我以后考虑。不是，他50了，你为你以后考虑什么呀？我得有个家呀。不是，你跟他在一起不就是家吗？那不没有房吗？没房不是为你们家考虑，咋为你以后考虑呢？我还有孩子呢，孩子回来之后，现在我们租房，那也不合适啊。哦，行吧，您不同意？对，我觉得这2年实体店不行了。你像我们实体店好钱，到旺季1个月挣10几万块钱。但是这店铺我们干了10好几年，都有经验在里头。他按照他那个想法，还按老套路走，请一帮朋友来家吃饭。以前有钱的时候吧，出去吃，现在还好，领一帮子人上家里来吃吃喝喝。我是又做服务员又做大厨，到时候还得我做卫生，你这一点都不帮我干。是，我想帮你干，我不能帮你干活，做饭做菜去，把朋友晾那儿。有的刚认识，人都不知道聊嘛话题，我怎么帮你去做饭？我这个有点不懂啊，就搞实体店请人吃饭是什么意思呀？供货商。懂了。他就真的是一点都不理解我，不心疼你，不心疼。对。以前我也是出去做美容，买护肤品呢、化妆品呢，我也是买好的。现在啊，我已经都买便宜的了，他都看不见。他心里就是没有我现在。好，没有就没，根本不是你说的。话不能这么接着说，要说没有就没有，不疯了吗？没有是不对的。我是有轻微的洁癖，我承认，我一天洗2次澡，50平米的店，我一天可以擦5次地。他觉得我吧用水用的太多了，1年2000来块钱水费太多。就是为这个也跟我吵。不是2口之家过日子，1年用2000块钱的水费，你说是不是笑话？你干成天泡澡不上班去？这个嫌贵了。你儿子上大学，不是咱儿子上大学，你知道吗？哈，别改，那话挺顺耳的。你儿子上大学，对。生气说出来的啊，没事，这好爱听。一年可爱听这7、8万块钱，学费不嫌贵，你出去请客吃饭不嫌贵。以前大家有钱的时候。请阿姨1周做1次卫生，你知道吗？给300，你也不嫌贵。我现在花点水费你都嫌贵了。不是嫌贵了，有钱人不也领你出国旅游，给你吃好的。你现在不就嫌我挣不着钱了吗？说这说那的，我觉得你这就是能跟我享福，不能跟我一块共苦。还不够苦啊？那你说你成天挑这么挑那么，我要能挣钱人挑过，我从来不挑。环境不一样，可能压力也大。按这说法，1年不少挣的，就算一个小老板。小老板能放下身段送外卖，就挺不容易的。他送外卖，你知道吗？哈，一天他跑8小时，人家送外卖的一天10好几个小时跑，那能一样吗？我50了，是时间紧前7楼8楼连跑带上去，下来我一身全是汗，冬天都一出一身汗。那小区车现在都不让进，小区远一点，连进去再跑出来10几分钟，8个小时，我觉得我坚持够多了。那我也不容易啊，我自己一个人顶店儿。是，我比你时间还要长，对吧？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都自己带饭。上厕所的时候，我都跟相当于跑着去，你这也不理解我。互相理解。这头发都白了哈。对。你看，就这个形象问题。咋了？他现在一点也不注重形象，就觉得帅吗？以前还帅。我们以前有相片，你知道吗？哈。我看相片，没什么变化呀。那阵儿有头发呀，他最起码也让我染头啊。我现在有头发。我现在也学会在网上学着剪发。给他染发，他也不干呢。最让人寒心的说一句话吗？你就觉得我老了吗？你要觉得我老，你找个有钱年轻的去。是就那么，他总让我注意形象。我一天跑外卖，骑个车大道上，除了一风就是雨再灰，我成天穿西装跑去，注意形象有什么用？本来就是咱俩有年龄差，
女人有虚荣心，我承认，但是跟说最起码咱俩走出去得差不多吧？不是，人家看着没比你大呀。好吧。不是，我这话是得罪人了吗？没有，说的对。啊，这不是得罪人了是吧？还有啥苦啊？就前几天刚过完结婚20周年。好。以前呢是真疼我，以前微信备注啊都叫老婆大人。现在呢，改成母老虎。有那么写的吗？母老虎不一定就是贬义词吧，它应该是个中性词。你厉害尊称你母老虎还不行。我就寻思是吧，我绞个短头，精神精神，然后20周年了，回来给你个惊喜。哦，哎，回来我就撒个娇，亲了他一下。啊，好嘛，一句话，告诉我中年夫妇亲一口，噩梦好几宿，那能那么说话吗？他总说这个20周年，你说我能不重视吗？买3文鱼，挑最贵的买，大螃蟹挑最大的买。哎呦，他绞个头发，那会儿我喝酒，你给我买瓶酒，我抽烟我买条烟，要买刮胡刀，是你心意对吧？剪个头回来告诉我20周年礼物，你心里有我吗？我不就觉得跟你说剪完头，我跟你说也是一个心意吗？看一下我不一样的一面吗？我看都一样。所以今天来干嘛了？我也没听懂。我就想啊，让他改变一下，也对我好点儿。挺好的吗？不好呢。他处处有矛盾。这不是挺好吗？听来听去，他都总觉得我对孩子好了，冷淡他了。那你冷淡人家了吗？我没冷淡他。那你说中年夫妻亲一口，好几天的噩梦，你这不是冷淡人家吗？那不随口是网上学的吗？不是心里想。啊，你就不学好，不是不能瞎学。啊，今天来干嘛？我就觉得跟说现在剩下我们2个人了啊，把店盘出去。不盘行不行？我觉得我快干不下去了。哦。再加上以后再宠着我点儿，疼我点儿，把你儿子的爱分担我一点，不行吗？这儿子都不在，你说这当妈的，过去宠惯了是吧？对，以前没受过这么多苦是吧？本来我们俩就有年龄差距。哎呦，看给你委屈的哟。至于吗？是有年龄差距，这2年我不就是因为这个挣不着钱了吗？以前有钱你什么钱你受过苦。其实，在我们看来，你们俩没有年龄差距啊。我们俩差9岁。不是我非常科学的讲，真的没有年龄差距。女性的心理成熟度比男性高嘛，这个你们就相差9岁嘛，差不多现在到这年龄基本抹平嘛，心理差抹平嘛。男性和女性的那个生命周期还不一样的，您了解吗？了。对呀，所以你老就比你大9岁就怎么了？别哭啊，特委屈是吧？你委屈什么呀？就是你说没有年龄差距，但是跟你说好多没有共同语言。不是日子好的时候啥都语言都是通的吗？怎么这日子一不好就没共同语言了呢？就嫌我回家说不理他了，这个那个了。我跑1天外卖，腿腿回家都要折了，吃完饭我就想躺会儿。我也知道他有压力，但是跟你说就是现在店铺经营不好，就是矛盾嘛，也都是。对，店铺经营不好，咱经营店铺啊。买卖不好，咱得好好做买卖。这，你这能理解吗？你老婆这心态能理解吗？能理解。哎，一老板跑外卖，你这架子怎么放下来的？我特好奇。那必须的，因为孩子那会儿那个大学是我要上的嘛，必须得去自己出去挣钱，承担这份责任嘛。哦，现在您跑外卖，孩子大学钱挣得回来吗？1年能挣得回来。等于您在跑外卖的支撑就是要支撑孩子读完书。对，不舒服了。心里想着凭什么呀？所有的苦吃完之后都孩子读书了，那我呢？我给你洗衣，给你做饭，给你打洗脚水，你给我点什么实惠啊？现在必须先急孩子嘛。不是你别老孩子，人今天来的核心就在这儿呢。你给我提供什么？你愿意给我什么？你能给我什么？我换个问法。我以后多陪陪他，尽量抽时间多陪陪他。多给他看看店，去这店里，我现在也不是他自己，我也去。那时候办货钱，上后办货挪货钱，他拿不都我也管店里。这个店铺最后您打算怎么着啊？盘出去还是接着干？他现在一直是让盘出去。您的意思？我是觉得还再坚持1-2年，因为咱这个店必须以前给我们挣过钱，这孩子这个店我们干了16年，跟我自己孩子一样，有感情特别深。就这个店盘完之后有更好的营生吗？他让我们上班。所以都是虚的，是吧？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对于未来您心里是不确定，不像过去，知道明天我还能挣多少钱，对吧？知道这日子怎么过，现在不确定了。对，老公送外卖的，买卖又这么不好，关键儿子读书还要花那么多的钱，对吧？我可该怎么办？是不是这压力？所以您来这儿不是他对您不好啊，是您面对生活的压力怎么去解读啊？他要是对我好点，我不就不那么委屈了吗？那孩子对我不好，他没法，他还算了。我说什么，你肯定认为我向着男同志说话，对不对？对。你们聊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人的本能是什么？那就是家庭责任心，尤其是做丈夫的。我由衷的为你点赞。店铺不景气，风雨无阻去送外卖，很多小老板跨不出这一步，一个是面子，第二是毅力。你的丈夫都有，他是值得尊重的。端洗脚水，这一点也为你点赞。家境好的时候，养成了习惯为自己的丈夫泡脚、端洗脚水。丈夫送外卖累，你依然为他端洗脚水。我不知道，当你妈妈说都已经送外卖了，还给他端什么洗脚水的时候，你阻止你妈妈说这句话了没有？这是你的错。即便是玩笑，这种玩笑也不能开。但同时，你有没有看到妻子的努力？看到了。以前家境好，他可能用钱很收，现在他自觉地收紧了消费。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面对生活这样的一种变化，丈夫的面对我认为是健康的，你的面对过于的焦虑，甚至在这样的状况当中，您竟然会去吃自己儿子的醋。说到孩子的教育，我支持丈夫。父母没有上过大学，现在自己的孩子有条件上大学，哪怕父母苦一点，哪怕是圆父母的梦，也是应该的。孩子为什么和你亲近少了？一个字，那就是怕。孩子心中妈妈的地位一定很高的，只是在这样的家境情况下，他不想来惹你。他知道家里不容易，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如果还和自己的妈妈针尖对麦芒，甚至让妈妈生气，他会认为他自己内心承受不了。我认为这就是孩子的懂事啊。尤其是儿子为他做饭，太棒了。您恰恰看到的是，怎么你们父子之间现在像兄弟，我们母子之间现在有隔阂。你们两个人真没有什么事情，你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相互少些埋怨，多些抱团取暖。姐姐的这个状态，其实我还挺替你感到幸福的，因为我觉得你之前肯定被宠坏了。你控诉的这个大哥所有的问题，我觉得都是那种很细枝末节的事情，你们俩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根本性的原创的问题。我作为可能跟你们的小孩差不多大吧，就是我觉得还挺感动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这代人更加需要的其实就是需要跟父亲去学责任感，然后去学什么叫担当，什么叫自我独立。另外就是，您可能觉得之前可能家里条件好啊，比如说大哥带你到处去玩啊，然后你生活中你有很多新鲜感，你觉得幸福指数很高。但我跟您说啊，其实婚姻里面，我觉得新鲜感它是跟旧的人体验新的事情。你们换了一个生活模式，可能换了一些生活环境，但是一样还是你们两个彼此在一起。我觉得你应该很爱他。因为你跟他说的都是你为什么不关注我，其实他很疼你的呀。我觉得唯一给姐姐的建议吧，就是作为女性来讲，其实无论这个外界环境如何的变化，我们内心都要有一道光来照亮自己。这道光在照亮你的同时，你去普照他，这样的话，你的丈夫和你的孩子永远都会以你为中心的。先建立起自己的内心强大，
我觉得你们这个家庭就一定会来日可期。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再加上你们现在又都处在中年，曾经不是大家把那个中年比作西游记嘛，就是悟空的压力，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量，唐僧的絮叨，还离西天越来越近了，是不是特真实？对吧？所以到了中年以后，那种崩溃和压力确实是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再加上你们现在又是由奢入俭，各种变化让你们措手不及，或者说应接不暇，这就是人生啊。其实今天妻子来无非就是来撒撒娇嘛。女人是一个家庭情绪的风向标，你的情绪在家里面是会影响到她的。你想想，她跑了一天外卖回来，看到您满是牢骚和抱怨，她心里得多难受。她不是不瞅你了，也不是不疼你了，她是不知道现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宠和疼了。以前她腰杆直啊，以前她能挣啊，她觉得我给你花，我带你出去玩。现在这些东西没有那么来的容易了，以后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这不代表她不宠你也不疼你了。婚姻当中啊，能让自己感受到幸福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看到对方的好，知足的心态。我告诉你，你现在该如何知足？他好在哪儿？他现在能跟他的儿子两个人跟朋友一样相处，就证明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父亲。第二，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就可见他在丈夫这个角色上也是有担当的。为什么？他曾经大大小小是个老板，能放低身段去跑外卖，有多少的男人能因为生意不好就一蹶不振了？他比那些人好太多了。你看见他的好，你就会有幸福的力量，这就是生活的智慧。我相信你们两个人都是有智慧的人。祝你们幸福吧。你们的爱没有问题，但是爱的表达有问题。你们现在最核心的点就是你们觉得生活没有品质了，相对基本上没有什么好话，都是算算账、吐吐槽、看看手机，是吧？网上看看那些段子，说点讨厌的话，这边一脑门子官司去埋怨他。所以现在你们生活需要欢乐呀，没有人愿意亲吻批评自己的嘴唇，即使你们有爱，我们都需要对方的肯定的。难道有品质的生活就一定要有钱吗？有品质的生活是有爱的。有钱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欢声笑语的去旅游，没钱的时候可以干嘛呢？两个人坐在家里看看电视。哎，好，谢谢曲总。来，我们听听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我想跟那大哥说两句。20年的婚姻，你们家庭已经很成功了，孩子呢培养成上大学，现在呢就是你们的2人世界，检验你们两个人的感情纯度，就是通过家庭面临着困难，面临着挑战，这时候才看出两个人的精神境界。在平常的生活中呢，女人需要关爱，需要呵护，家庭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共同面对，共同调整，共同创造，共同发展，还要不断的修复，不断的完善。感情的事儿，我是觉得挺好，特别真挚，都感受到了，不就是一些变化吗？其实真的该到了咱们静下心来，回头看的时候了，你要自己寻找希望。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们俩在一块儿毕竟20年了，我非常珍惜这段感情。我们俩一起走过风雨，见过彩虹。只是现在我觉得缺少了一种沟通方式。我希望我回去以后努力多听他一点，多找一些沟通的方法，让我们这个家庭走得更远一些，会更好一些。我也希望我老公啊以后多疼疼我，把儿子的爱呀也分给我一点儿。我跟你说，我觉得我自己也挺不易的。
从原来那么年轻到现在一直跟着你，也没变过心，是不是啊？谢谢你的包容。您这话说的就特别幽默，因为嫁给你，所以我老了。我要嫁给曲伟，21岁嫁的，10年以后还是21岁，是这意思吗？还没有变过心也拿出来说。潜台词就是你对我再不好，我就变心了，对吧？是这意思吗？不是，我是出于真心说的。允许您重新组织一下语言。老公，我也知道你的不易，我也希望你以后啊对我好点，听我的唠叨，不要把儿子的爱啊，你分给我点就可以。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确定了吗？确定。加油吧！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请回。来吧，伯洪兄，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肯定没有悬念。我还挺羡慕的，其实，我觉得要是以后我要是能找个这样的老公，我觉得挺好。我是觉得女人还是没懂得如何知足。你要懂了这个的话，你会觉得现在自己特别幸福，不会再跟他要什么儿子的爱，这不搞笑呢吗？你们2个人共同的孩子，哎呦我的天！女生就求关注呢嘛，赶紧关注我心里的这种感受啊！来，看看他们自己是怎么选择的，请开门，请开门。别拿着了，快去，快去，快去！别哭，哎呦，来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多抱会儿，多抱会儿。我以后，我以后多知道你的压力，我以后多包容你点，你也疼疼我一个，别老跟你儿好，行，对吗？行。你组织给儿子打个电话，让他给我打个电话。行，亮灯吧。我这个时候就特别不想打断他，回家肯定就没这个了，回家也得抱着说，好吗？谢谢两位，请回吧，加油啊！就最后哭的那个稀里哗啦的，你就会觉得人生不过尔尔吧。身边有一个懂你、知你、恨你、怨你、骂你的人，多好啊！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总在我面前装傻充愣，拿初恋没经验当借口。我觉得他心里根本就不重视我，这恋爱谈得特没劲。他对我的要求太高了，我已经很努力地在迎合他了，但还是不能让他满意，我也很焦虑。和他在一起实在太无聊了，情侣之间该有的浪漫一概没有，想让他为我做点什么更是难上加难。他总是不和我直说想要什么，我只能靠猜，猜错了他就会生气，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令，23岁，来自新疆学生；女嘉宾小李，23岁，来自新疆，兼职老师。有请两位，有请。哇，这都够高的啊！怎么认识的？就是在小区里面做志愿者的时候认识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觉得他挺帅的，挺高的。我主要就觉得他特别憨傻，我特别喜欢那种能给我踏实感、特别实在的那种人。哦，后来呢？现在我跟他在一起2年半了，我觉得他根本就不像当时那样。我现在觉得他在装傻，就是扮猪吃老虎是吧？对。喜欢他吗？喜欢是喜欢，但是现在跟他在一块儿，感觉压力太大了，管的就是事儿太多了。哦。行呗，今天你们俩到底是谁要来的？我要来的。你要让我们把他给改造回傻是吧？我就想让他好好对我，能让他多主动一点。可是他现在一点都不主动。说。只要我跟他走在路上，我不说话，他一句话都不会说。
然后我们俩一块吃饭的时候，他就光低头在那玩手机。那我当时看着别的情侣在那吃饭，说话呀，你侬我侬，你给我喂一个，我给你喂一口的，我当然也羡慕呀。平常我给他分享什么视频的时候，他也是一样的，要么就是已读不回，要么就是看到了之后，他压根儿就回个哈哈，特别敷衍了事。平常我在路上，我想的是看到好看的风景，想跟他拍一个 vlog 什么的，然后他就板到那儿跟个木头似的。我录了好多的视频，然后都废了。有吗？有。能看吗？可以看。看。摆个 pose， 笑一下，好好比一个，放这儿笑一下。不想比。你装什么呀你？来拍一个吧，别绷着了。摆了吗？你在绷脸，拍不拍呀？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不是，就一直这样没问题啊。可是我不一样，我是一个特别外放的女孩。我希望我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说你能不能抱抱我呀？然后我希望他给我的是回应。我就是一个很社恐、很内向的人，我就是觉得走路上应该正正常常走就完事儿了。他非要就是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对吧？非要亲密一下，我就是接受不了嘛，我就觉得。但是我俩现在才20多岁啊，我就是想要一个轰轰烈烈的恋爱。不是，那你把它换了不就完了吗？哎呀，那我俩都谈了2年多了，你说我俩不得还？对啊，你不都坚持了2年多，接着坚持呗。我坚持不下去了。行，你这只能证明说这小子不解风情，你不能说他装傻。可是主任，他对我这样，他对别的女生可不是这样的。哎呦我的妈呀！啊，对，别的女生什么样？就我们小区那个邻居，动不动事儿就有麻烦的。有一次就跟他说：“你过来帮我修个自行车。”他当时跟我说，我说那你去吧。但我就是那种埋怨的语气，他根本就听不出来。后来那个女生3番2次的就是要求他干这个干那个的。特别过分的是，有一天晚上，那都已经10点多了，那个女生说她家里停电了，然后心里感觉特别害怕，非要叫她过去帮忙去看电。我就在想，特别害怕，那不应该是找她呀？难道他不知道他是有女朋友的人吗？而且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是前面跟他发消息，然后他没有回我，我跟他打电话，他说给人家修电去了。过了一会儿，我又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完了没有？然后他就说没有，2人吃上饭了。我当时就特别生气，然后我就下去了，因为静嘛就在楼下，当时就绷不住了，我特别容易激动，我就哭了，然后他反而不来安慰我，他还要怪我无理取闹。那我觉得你说这事儿不挺正常吗？都是邻里邻居的，而且一个楼，那我就过去帮他修一下呗，我去帮人家看店，那我们一起吃个饭，我觉得也挺正常的吧。他去了以后，他就拉着我就要走，然后还大哭。那我觉得你多少你给我留点面吧。我就是想让那个女生知道，能不能不要再麻烦他了？他是我的男朋友，3番2次又是肚子疼帮忙带药，那我是他女朋友，我都没有享受这样的权利，为什么他就可以？反正你自己没有享受，你放弃了你该享受的权利啊！你怪别人干什么呀？那我心里我已经发现你问题了，姑娘，就我想跟你交流没法交流，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当，心放宽一点儿，是你的跑不掉。再说这么傻或者这么精的男人要他干嘛呀？那我就是，所以你的行动上都是不一致的嘛。还有啥？那我当时我就想让他搬出去，那个女生既然不能跟他隔断关系的话，那我就主动出去呗。我说你跟我一块出去住，我做兼职的，租个房什么的，那也到时间该摆脱父母的那种年龄了吧。然后他3番2次就是不愿意，一会儿说钱还没凑够，一会儿又说父母那边不同意，为什么答应我了，然后他还3番2次的推脱呢？我觉得这个事儿没有必要，因为一个女邻居就搬出去住，就是正常的关系嘛。而且搬出去住要考虑一个租房问题、吃饭问题各种的，而且现在还有家，你说在这家里面住，他不比人方便多了吗？那我觉得爱赢万难，吃饭什么问题，我相信我们能解决。而且他现在就是不愿意跟这个女生断绝关系，那不是人家没关系，断绝什么关系啊？您不知道那个女生看他的眼神都要拉丝儿了。我拉丝儿是个什么眼神？女生的第6感，老师就是我看到他，那女生就是对他有感觉，她就是装傻，她也不承认。不是他对那女生有感觉吗，姑娘？那他要是没感觉，他为什么3番5次的就去帮着他呢？这可麻烦了，帮个忙还不能？那女生喜不喜欢你？不喜欢。确定吗？我确定。我这么傻的人，你说那能喜不喜欢我能看不出来吗？这要求过高了啊！因为一个邻居喜欢，就要搬家呀？啊，这么没自信啊？我就想让他时刻跟我在一块儿。好，还有别的事儿吗？
我还觉得他特别不在乎我的感受。他如果不在乎我的感受就算了，可是他的父母也不在乎我的感受。有一次他叫我去他家说见家长，那说的好好的，然后我当天就精致收拾了一番。我去他家之后，我就发现好多亲戚，他也没有提前跟我说。然后后来我才知道，那有好多人是就是从别的地方远方过来的那种亲戚，然后我当时想，合着我就是被拉过来就是凑数的呗。那当时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在那种长桌子上吃饭，然后我就坐在最边上。不然呢？别的女朋友去男朋友家里，不都应该稍微享受一下那种家里人就是都跟他多说说话，感觉他才是那一天的中心啊。众星捧月。对，就是那种众星捧月的感觉。可是我没有享受，我当时觉得我就是一个局外人。然后他们当时喝酒的时候也不顾我的感受，就光在那聊天。他当时也不顾着我的感受，他连说给我加个菜、包个虾什么的都没有。到晚上12点了，他也不说你回不回去啊？你父母会不会担心你啊？我当时心里本来就已经很委屈了，我当时就想回家。等到大概12点到1点左右的时候吧，然后他就出来，他问我，他说你怎么走呀？我当时想，那我能怎么走呀？难道我非走吗？然后他还不说送我，然后当时还是他姐出来帮忙，他打圆场说，那你搭个车把人家送回去，送完之后你再回来，而且你俩住一个小区，你也方便是不是？他当时还要问说那你怎么回呀？人家姐姐都告诉他了，我应该怎么去做，然后他还不愿意做，那他就是不愿意为我去做呀。那关键那天他不是一个正式见家长嘛？那天是因为家里面远房亲戚来了，然后还做了一下午菜，我就想着那既然都在，就把他叫过来一块吃个饭呗。而且那他坐边上，我想如果他坐中间的话，那长辈他也没见过，是不是也尴尬嘛？但是我是第一次去，我第一次见那么多的人，是不是应该最起码跟我交流几句？是不是最起码介绍一下我给他的家人？他连一个正式的介绍都没有，但是说他根本就没有把我当女朋友。我介绍了，我说这是我女朋友，他们都知道了，那就行呗，来了一块吃饭嘛。因为他们长辈也在，不可能说一直就顾着他去吧，不可能一直我给他端饭夹菜，那好像我就找了一个公主似的，那别人怎么看他呀，对吧？怎么就成公主了？我让他给我夹个菜，是不是关心一下我，问一下我现在感觉怎么样，就这么难吗？不，姑娘，你转换话题了。我们现在讨论的焦点是他有没有介绍的。他就说这是我女朋友。不然呢？那不是你把你的名片拿给我。不是，那他好歹也得说。这是我女朋友，今年23岁，来自新疆，是一名学生，她现在还兼职做老师，身高1米72，身高1米72。这你父母是干嘛的？我父母就是那个做生意的。父母是做买卖的，家里面就你一个人吗？就我一个，独生女。对，这样介绍行吗？也不是不行啊。这就重视了是吗？对，我就是想享受一下被他重视的感觉。不是还要怎么重视啊？家里面远房亲戚来了，在这个日子专门请你去，有老辈儿有小辈儿，一个大的家庭聚会，这不就是最重视了吗？那他当时那么晚了，他也没说要送我回家。好，这事儿我不跟你矫情了。还有别的事儿吗，姑娘？我就觉得他特别不解风情，我感觉我跟他谈恋爱就好像跟个木头谈恋爱似的。那人家20多岁的感情，那正是那种情绪就多巴胺分泌的时候。你咋知道的呢？我也20多岁，没有你那么多巴胺分泌。对，你咋知道的呢？我看我朋友圈里面，大家都是经常会过一些纪念日或者是周年庆什么的，但他平常就哪怕就是一句话他都没有，他还觉得他说个我爱你特别煽情。我爱他。你说我爱你，说我爱你。没问题啊！那一天我想给他一个惊喜，要给他一个惊喜。我提前跟我爸妈说好了，我说你们今天晚点回来，我要跟他一块吃个饭。支开了父母。对，然后我就在家，我还布置好了东西，我自己做的菜，然后我买了一个蛋糕，然后我当时从来都不给爸妈做，然后我就叫他来我家，他当时死活都不肯上去，他说这为了面子。他说不好，什么注意邻居之间的那种眼光。我在想，他又不是大明星，他怎么就这么在乎别的人对他的感受呢？那我一个女生我都做出让步了，他上来吃个饭就这么难吗？然后他就是不愿意上来。包括我们在外面有一次，我们俩在外面吃饭，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我现在好冷呀，我就是想让他把衣服给我披一下，然后他就说。
他当时直接站起来去找服务员，他说服务员，你把那个空调关一下。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思路很好啊。那服务员不愿意啊，他说那也不能顾着我们一个人啊。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那不是还有衣服吗？我就想跟他撒撒娇，我意思就是让他把衣服给我披上。然后他当时站起来就准备把那个衣服脱下来，我想这次衣服应该是给我披上的了吧。然后人家就把那个衣服披到空调的出风口上了。这很厉害啊，还是解决根本问题啊！你看他的思路是一致的。那我觉得挺正常。你说他冷，他直接跟我说要披到衣服上，我就直接给他披了嘛。你特别好，就是你的思路就是特别好的管理人员，是不是？理论上是，但这个动作的确理解了，我们都乐了，就是气乐了，知道吗？就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不解风情的男人，是吧？那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那我就想的是谈恋爱总得有一点那种神秘感嘛，那我什么都得教他。不是你这恋爱谈的别人都没有感受过啊，这个太独一无二了。接着说，这事儿就过了吧？我们听懂了。他根本就不懂我啊，不懂。然后有一次走在路上，我看到就有人在那唱歌，然后人家是那种好多人围在一块儿，然后唱什么我贼拉拉的爱你那种歌，然后我就想让他也上去给我唱一个，唱完了说一句我爱你，那总不难吧？然后不是你这披衣服都披到空调上的人，这要求太高了。因为他以前从来都没有回应过我的感受，我就想逼他，我想看看他到底能不能证明一次。然后他就上去唱歌，唱完了以后，他就破音了。那破音继续唱呗，那不也挺浪漫的吗？然后后来人家直接就跑下去了，他还怪我。你说。我就喜欢那种安安静静走路，看看花儿，赏赏风景，想想自己想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他就非要那种看到前面有个在那唱歌。小子，我问你一句话吧，不解释了。你跟他谈恋爱有压力吗？我压力太大了。累不累？一块儿，我觉得很累。烦不烦？挺烦的。想不想跑？有点想跑。对，这是正常话，你不能强迫别人这样，姑娘。他觉得他跟我谈恋爱累，我也觉得我跟他谈恋爱很累。那所以就找一个轻松的人谈恋爱，他跟那个女邻居，轻松吗？不行。还就是爱他是吧？那怎么办呢？还有什么事儿？再说最后一件。最奇葩也是最让我生气的一件事情，我那天晚上我就提前跟他说了吧，第二天早上我们要拍照，我说你在网上学点那种人家男朋友给拍照那种技巧，他答应我了。结果第二天我看他又领了一个人，我说你这旁边谁啊？他说人家花了500块钱请的摄影师，他这太有钱了吧？绝对都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对吧？空调房间冷，关空调，对不对？要拍好看的照片，专业人士专业解决，多好啊！可是我哪是想让他拍专业的照片呢？我就是想看到他对我的努力啊！人家男朋友站着拍、躺着拍、坐着拍、趴着拍，他就是请一个摄像师在那给我哭拍，然后人家坐在那大树底下跟老大爷似的哭成凉。可是他就是在那花钱买开心，花钱买闲呢。不是。那你到底是要拍好照片啊，还是要跟男朋友在一起腻咕呀？我就是想跟他有个那种过程，然后人家就请了个摄影师。听懂了？哎，你懂吗？懂。你看，所以女生才来这儿嘛。这小子是明白的，他故意的，他使坏。对。所以女生的逻辑线是：你明明知道你装傻，你懂为什么不做？是嫌麻烦呢？还是说这是你们家那种幽默方式？不是，那我懂是因为现在说才懂，那当时那我确实没想到嘛，我确实拍照不好看。就是那个时候不懂，我那时候真不懂。是今天学会了。对，我就学了半天，我发现怎么拍也拍不好看。那我不是想让他拍得开心一点，我也能心情舒畅一点。懂了，明白了。所以你今天来干嘛？我今天来就想看他到底能不能多懂一点我。就是让你们来解风情的是吧？他如果就是个木头人，你还要他吗？他就这样了。不要。确定吗？不确定。啊？不确定。不确定，你这不是白来吗？那我就是生气。说我爱你。把眼睛闭上。把眼睛闭上。闭眼睛。说我爱你。说我爱你，大声的说。我爱李瑞轩。说了呀，行不行？能不能声音再大一点？你是真矫情啊，姑娘！你们来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问一下女生，你认为你们谈的最后，谁会崩溃，谁会窒息？他会崩溃，我会窒息。对，是挺崩溃的。我听了都有点崩溃了。我再问您，你认为谁是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我。你也明白，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往往很自私。就像这样的一个男生，你明明知道他的性格，为什么所有的行为举止都让他猜呢？他如果猜错了，你就认为他装傻。但是凭我的阅人无数，这个男生没有装的痕迹，他就这么个性格。他是外冷内热的人，他懂得感恩。那个女邻居，她只是邻里之间帮个忙，她有什么错啊？另外，你每次想获得自己内心的感受的时候，先设定一个标准让她去做，你是一直在提高自己的恋爱难度等级，尤其她的行为处事就是按照她的理解，按照她对你的爱，但是她没有错。他尊重的是自己内心啊。无论今后你展开怎样的恋爱，以这样的方式，男生真的会跑得飞快。趁现在他还爱着你，你认为他要改变，我认为最需要改变的是你，请你回复到恋爱的正常状态，谢谢。我替女孩说一句话啊，如果你喜欢的这个人不是他，你不用接受于老师对你进行的任何批判和指责，这个事情没有对错之分。对，只是说你们两个的情感模式不合适，而且这个男生他的表现来看，我个人认为他有一些回避型依恋的人格在，因为他会主动的去躲避亲密关系的行为。你明明在知道他有需求的情况之下，你选择了不主动，或者你自己过分独立。你并没有把他带入到你这一整套要完成的动作当中来。如果你要跟这种回避型依恋的人谈恋爱的话，我给你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你适当的冷处理。你相信有一天你不这么歇斯底里了，你跟他一样的冷处理，可能他就热了。还有你要帮助他去了解他自己。我个人认为这个男生并不是很了解他自己。他不了解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他也不了解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情感关系，他也不了解应该怎么做是有益于自己的身心健康和伴侣的身心健康的。你要帮助他去了解他自己，因为你的情感模式是那种很热烈的情感模式，你跟他是不对等的，你们又缺乏信任，又难以沟通，完了你们情感还失衡，所以你们俩彼此都快跑。男生，我要跟你说，你也许做很多事情很理性，但是理性不是绝情。你既然选择了你要去谈一段恋爱，你就应该把自己修正好，这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男生，一个男人应该有的责任。我说完了。俩问题啊，第一个浅层来说就是爱的语言不通，
要哪一面 ？A 面还是 B 面？就这样。管他 A 面 B 面，如果这个男人心就不在你这儿，哪面都给不了你。我大概率你们这是一个假性的恋爱。有心者不用教，无心者是教不会。我告诉你怎么判断假性恋爱，他是不是下意识的跟你保持距离呀？走在路上一点亲昵的举动都没有。他有跟你分享过他的事情吗？没有分享欲。他有没有向你倾诉他的心声啊？很少。什么时候会倾诉啊？想不到了。哦，你们俩谁追谁啊？我先对他有的好感，我追他。哦，你为什么同意呀？我觉得长在我的审美点上了，然后性格也挺好的，聊得来。他是个好朋友不好吗？聊得来，长得顺眼，你对他没有情不自禁的感觉。我不相信一个再木讷的人他不会动情，就是真正这个人走到你心里了，你是情不自禁的去做那些可能别人看起来并不浪漫，但是你觉得是很真心的事情，那是爱。谈恋爱一定是两个人，你的恋人想要跟你在一起，让你去给他照照片，你居然去请了一个专业的摄影师，这是到底是满足他的要求，还是你们要去谈恋爱一种冲动呢？没有啊，你只是满足了一个好朋友的一个要照好照片的要求而已，你没有要求两个人在一起啊，这绝对不是谈恋爱的感觉，绝对不是。刚才赵春老师让你说我爱谁谁谁，没有任何感情，跟声音大小无关，没有任何的情绪。再木讷的人，他也会有爱情，他也会对别人有情愫，但我在他身上一点没有看出来，跟性格无关，就是你有没有这份心，你有没有爱上这个女人。如果他不想跟你亲近，如果他刻意的回避你，如果你和他在一起你觉得很累，请不要跟他在一起，因为这不是爱情。爱情是松弛，爱情是开心。如果你也累的话，请离开，你真不爱的。就这样。来，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我真的想帮一下这位姑娘，我很替你着急。你的性格很可爱，但是你的方式很可怕。你现在这样的方式，实际是在帮他的下一个女朋友培养一个合格的男朋友。好的爱情始于颜值，合于性格，久于善良，忠于人品。我想对这个女生说啊，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更对你自己的快乐负责。你不要把你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身上，这个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同样，我也想对你们两个人说啊，如果你们确定在一起都不快乐，甚至觉得很窒息，那就没必要委屈自己嘛。人生这么短，我觉得分开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爱不虚，爱特别的实在。那个朋友圈里发的那个周年纪念，那是虚的，那爱不爱都不知道。爱是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的，那个就叫爱了。好吧，好好想一想，然后下面的时间交给你们，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宝宝，你觉得我对你的要求很高吗？其实我觉得我的一些诉求或者我的一些要求，它不高啊。那别人谈恋爱的就是这么谈的，谈恋爱就是这么谈的。我希望就是以后你能多在乎一点我的感受，就是你能多往我这里走2步，我来走那98步都可以。我希望你不要给我就是总是特别大的压力，但是我爱是真爱，但是可能形式不一样。哎呦，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今天真碰到轴的了，来预测一下。我认为2个人双不出。我觉得双出，女出男不出，男出女不出。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请开门。男孩跑那劲儿，我看出点，好像感觉点情感了啊。基本知识普及啊，我们讲教养普及，好吧？第一次去别人家的时候，别人不会把你当公主的，就是正常拜访，这是基本教养。在冷的时候，可以直接问异性索要衣物，披在自己的身上，不用那么绕弯儿，这是跟教养有关的。同样，对于男生来说，一个女孩子如果是你的女朋友去你家的时候，郑重介绍是基本教养。别人说冷的时候把衣服披上是基本教养。咱别把基本教养的事儿变成一浪漫，显得就浪漫这件事儿特别不值钱，你知道吗？提醒2位啊，这个多沟通吧，那就祝福人家呗，一起见证属于人家浪漫时刻呗。小子，我看你敢不敢面对着他说我爱你？来吧，各位请见证。我爱你。亮灯，丫头，这行不行啊？行啊，行。哎呀，我跟你说，我要是你爹在家里看电视，电视机我非砸了不可，你知道吗？走吧，走吧，回去吧。如果他们确认过眼神，彼此相爱，那我们就祝他们幸福。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